国场大明星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兰迪。我想像个大侠一样，简简单单，行有素，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如果你现在成为喀什恋歌剧组的导游，你会带我们去剧组的哪些地方？第一个是五 A 级景区，我觉得对于夏姿来讲，应该是天台吧。我觉得她小的时候，其实就像是被拘泥于那一方小小的天地，我的上空只有这些。但伴随着我的成长，就像在爬那个楼梯一样，我一层一层、一层一层往上，我爬到天台，我会有更广阔的风景，我也会想要去到更远的地方。所以我其实觉得天台对夏姿还有对这3个女生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场景。那你知道我觉得的五 A 景区是什么吗？是你，因为你的颜值。谢谢，我感觉这次把你拍的特别的美，特别明媚，有生命力。谢谢导演在里面呢，谢谢导演啊。你自己拍的时候有哪一刻觉得哇，确实拍出了我这个明艳动人这个感觉吗？我作为演员，我还能有这样的感受？那确实我在看成片的时候，我确实会觉得有很多的光影，还有和当地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人的状态确实是和其他戏很不一样的，就是非常热情。那必打卡的聚会呢？在片场的时候，你们会组什么局吗？有。我们经常就是会点一些新疆当地的好吃的，我们会凑在一起吃。我们还老经常会落那个无花果，看谁能落得高。那谁是最能找到美食的呢？我觉得是秋秋，因为秋秋很瘦，吃不胖，他经常就是会去找很多很好吃的东西，然后问你，哎，你去不去吃？要不要去吃？我们3个凑在一起，就是感觉很像戏里那种小姐妹。如果现在你掉进了《地球 online》的末世副本，有以下几个庇护所，你看对他们的心动值分别是多少？第一个是校园，校园可以，我觉得80%。我很喜欢校园，因为我的学生时代是非常幸福充盈的。我的大学生活可能会让我忘记很多工作上面的烦心事，我的中学时光是非常非常快乐、非常幸福的，所以我非常想要回去。而且我每年如果有机会，其实我都会和我的朋友一起约着回中学去看老师。你的校园的扮相也是我们的庇护所呢，就是你一穿上校服啊，我们就觉得像回到旧时光哈。对，就超级喜欢这个角色。谢谢。那经常有人说，可能比观众更走不出来是演员本人，你会有这个感觉吗？我觉得我每一个角色，其实在我身上都留下了他们的痕迹、他们的影子。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脱离这个角色，我要摆脱这个角色。如果他们还在我的血液里流转，那就流吧。而且我觉得确实我现在的人生，我觉得是有很多角色塑造的。那下一个是萌宠乐园，50%，我喜欢跟人打交道。那如果这个乐园里面有呆呆球球呢？依旧50%。我总不能天天对着我，哎，棒，我有点，那还是需要一些交流的。吃饭。下一个是倒霉熊动画片0。我为啥要去倒霉啊？就是对你的爱称也是倒霉熊嘛，我就回家了。我回家，那其实并不想倒霉。我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，我都是觉得它是一个。我觉得他不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，那他就那样了。你想，我前2天也不是前2天，我在拍戏的时候，我踩在电线上，我踩在这种线上，它让我的脚崴了，这很离谱吧？这种线能让我的脚崴，我觉得真的是蛮离谱。要不要去拜一拜呀？已经习惯了，好像。那下一个是大自然，100%。我首先想到就是大海呀、高山啊、白云啊、小鸟啊，我会觉得是让我非常放松治愈的地方。里边有一些歌舞的片段嘛，被大家称为内娱的La La Land。那拍摄的时候是种怎样的体验呢？我觉得那个拍摄过程中，其实我还蛮紧张的，因为导演运用了一个一镜到底的一个镜头，所以其实我们在之前都有认真的彩排过很多遍。你中间如果一个人出错，你其实大家就是都要从头再来的，需要自己一直绷着那根弦，是有一定压力在的。但像其他的，我觉得你不需要在乎自己跳的是不是好看，是不是很是那个舞蹈本身的味道，你只要去参与进去，感受当下，享受当下就好了。我觉得看起来就很有感染力的那种。
对，因为是真的会被感染到。那之前大家就是看你那个腾格尔式的欧若拉嘛，以为你是不会唱歌的那一挂，但是你是百灵鸟来的，要不要为自己证明一下？其实唱歌很好听的。百灵鸟不就是唱歌很好听？百灵鸟还有另外一层含义，就唱歌不好听是吧？就是会跑调，但是会很自信的大声歌唱那种。但我感觉我唱欧若拉的时候没跑调吧，我只是在用了另外一种唱法唱。我给自己证明，我觉得我没跑调。那当时那个唱法是怎么来的呢？好像是因为在我那首歌之前，有人点了腾格老师的另外一首歌，后来我就突发一想，我说要不我也用腾格尔老师的唱法给大家唱一下欧若拉吧，一战成名。大家都很爱考古你的来时路嘛，现在你有刷到自己小时候的片段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我有时候刷到我都会忘了说，我之前是这个样子的。前阵子什么，我看大家有翻出什么《武林外传》，我完全忘了我小时候还演过这个。我感觉是大家让我重拾我的童年记忆。之前采访文琪的时候，给他看了你小时候的片段吗？哇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！这是兰迪，也是美女一位。谢谢她，她也是很美丽的一位。之前在活动上碰到了吗？怎么没有展开认识一下呢？不好意思呀，就我也有看到大家说我在偷瞄文琪妹妹，确实也有，就确实是不太好意思，也很想和她说话，但真的是不好意思。我觉得我是需要那种可能只要有人带动我，我可能身上那个开关就会被打开，但是我自己可能是无法和别人就是这么快的熟络起来。要不要找一些共同的朋友，让你们牵个线呀，加上微信之类的呢？希望有中间的共友，如果刷到这条视频，可以帮我一下。哎呀。今届海岛师傅日志大家也很期待嘛，觉得你和刘昊然都是那种很刮油的。刮油，我突然间反应刮油是普洱茶。你们像普洱茶一样清爽。不是，我感觉普洱茶就有一种老辈子的感觉，一种老式刮油。那还有人说你们像柠檬冰激凌。谢谢大家，首先很年轻很年轻。我前两天刚说我西瓜仙人，当西瓜冰淇淋吧，我比较喜欢西瓜。那你觉得你给这部剧的清爽指数打几分呢？那我先打6分吧，先及格吧，剩下的大家自己往上加吧。千里江山图也刚刚杀青嘛，解锁了这个短发的新造型，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当时试的时候，我还有试了一个那种眉上刘海儿，底下的那个发尾是往外翘的。我当时试完那个发型，我就一直在说，我说我好想剪眉上刘海儿。我现在这段时间，我问了我身边无数个人，我说我想剪眉上刘海儿，有没有人赞成？我说只要有1位赞成，我就即将奔赴理发店，我要去剪眉上刘海儿。这1位我到现在都没找到。对，我就是当时我试完那个妆造，我觉得蛮可爱的哦。每天看着镜子里，我都在说，好像这人是谁？我有一天就是我卸完了头套，换上了自己的衣服走出去跟大家说拜拜的时候，我们执行导演看着我愣了2秒，说拜，没认出来。那在这部剧里还有什么新体验吗？其实我之前也有演过民国戏，也是我又时隔好几年又重新去饰演的一个民国角色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有一种陌生的熟悉感，因为其实和自己小时候演的角色相差还挺大的。这个人有很崇高的革命理想，而且在这个剧组，因为很多的前辈老师，其实我觉得像是我的一次充电学习的过程，不管是跟若云哥还是和道明老师，我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能够激发我很多的新鲜的灵感，而且导演也是一个非常细腻很会指导演员表演的导演，所以我觉得整个戏让我学习成长了很多。上了一堂大师班。是的，我就是去上大师课的。那有网友用你在《喀什恋歌》里面的台词做旅游视频吗？如果你也用这个台词来剪一下 vlog， 你觉得你会放进去哪些自己的画面呢？回故乡打盹儿，那我的故乡就是北京。我很喜欢骑车，可能会放一些我在胡同里骑车，然后配上那个自行车那个叮铃声，还有那个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听自行车那种链条转动的声音，
还有我非常喜欢去景山公园那个万春亭，我喜欢坐在那儿，我可能会放一些我坐在那儿的画面，然后眺望远方。还有可能会去看大爷们在胡同里下象棋，冬天会去滑冰，我觉得都是很市井气的东西。做了个彩色的梦，就是你梦想的还没有实现的东西。那我希望北京有海，我希望北京给我凭空出现一片大海，然后出现一些那个白白的沙滩，可以让我去海里畅游，因为我非常喜欢海。梦醒了，重新出发，不再害怕。梦醒了，重新出发，梦醒了，重新出发，不再害怕。搁这接受采访，梦醒了，然后回到现实了。对。